好，在之前的這個 lecture， 我們計算的這個題目，那它是一個這樣子的訊號 ，s of t 呢等於 a 的 cosine 2π乘上 100t 加上 phi， 那這個是一個100赫茲的訊號。那我們现在用100赫茲來取樣，當然我們知道不行，不過我們計算看看。100赫茲來取樣，那我們取樣的結果是訊號呢等於 s of nts， 然後呢，我們把 nts 帶進去 ，ts 是等於1/100嘛，因為我的取樣頻率是100赫茲，所以我的 ts 呢就是1/100。那帶進去之後呢，2π乘上100乘上 t 就是 100/n， 得到這個結果。那得到我們取樣之後的訊號呢是 a 的 cosine 2πn 加上 phi。那 cosine 呢可以用 inverse Euler's formula， 好，把它展開，那就變成了2個 exponential。那最後呢化簡一下，好，得到這兩項。那頻率是2π嘛，好，所以我們在這邊畫了一個 peak。頻率是-2π， 我們畫了一個 peak。那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哦，事實上 exponential 的 j2πn， 它跟 exponential 的 j0n 跟 exponential 的 j4πn 啊，或者是 j-2πn， 基本上它是一樣的東西，或者是 exponential 的 j-phi， 好 ，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at n 呢，它呢事實上跟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hat 加上2π乘上 n， 基本上呢是一樣的東西。那我們在畫頻譜的時候，事實上我們畫出來，雖然我們是頻率是2π嘛，可是事實上其他很多的其他的頻率呢，跟它是一模一樣的。這些呢，我們就稱它為 alias。好 ，alias。那我們在畫數位的頻譜的時候，事實上，你不能夠只畫你原來的這個頻率，你要把它的 alias 全部畫出來。舉例來說，你要畫出這個2π，你也要畫出0。那事實上呢，好，遠方的這個好4π，好，你也要畫出來。那這個這邊的這個-4π啊，好，你也要畫出來。啊，它有很多 alias 啊，事實上你要把它畫出來。好，所以數位的頻譜跟類比的頻譜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，它其實是有很多的 alias。那這些 alias 呢，我以前就是笑它，它就跟這個《火影忍者》裡面的這個多重影分身之術一樣嘛。你事實上你畫出來一個弦波。那它其實會有很多個分身，它每個2π呢就會出現一個分身，主要的 peak 是這兩個。可是呢，你每個2π，好，每個2π都會有一個分身，每個2π都會有一個分身，那你必須呢都把它畫出來。那我們可以以這個例子練習一個範例看看。假設我有一個這個弦波，好，它的頻率呢，好，有一個弦波叫做 x1， 它的頻率呢是200赫茲，所以呢 x1 等於什麼 ？cosine 的，好400πt， 這是 x1。那我第二個弦波呢，它的頻率呢是1200赫茲。那它的公式呢是這樣寫的
cosine 的好 cosine 的2400派 t。好，我有2個旋波。那我們同時呢，都用這個取樣，用這個取樣頻率呢等於1000赫茲來取樣。好，我們來對它取樣看看取樣之後的結果會變成怎麼，會變成什麼情形？那第一個 S1 of n。經過取樣之後，它等於 S1 of nts， 也就等於 S1 of ts 是1000分之一嘛，因為我取樣頻率是1000，所以 th 呢就是1000分之一，所以就是1000分之 n， 這樣，然後把它帶進去，好，把它帶進去這個 t， 所以呢，它就等於 cosine 的400派乘上 n 除以1000，於是乎它等於 cosine 的0.4派 n。OK， 這是第一個旋波 S1 of n。那 S2 of n 呢？我這2個旋波同時，好，我有2個旋波，一個呢，我們叫它王力宏好了，好，一個叫做這個男歌手，好，他的旋波呢頻率比較低，男歌手，好，王力宏，然後呢，這是女歌手，我們叫她這個張惠妹好了。那這2個男生的旋波呢，跟女生的旋波呢，他們2個人同時在台上唱歌，那我們的這個錄音的這個程式呢，同時要對它錄音。我們用取樣頻率為1000，好，來錄男生的聲音跟女生的聲音，同時，因為它的麥克風是同時唱嘛，那他們同時送到我們電腦裡面，我們同時記錄它，所以我們電腦呢用1000赫茲來儲存這個男生的歌聲，好，跟女生的歌聲，好啦，那女生的歌聲也送進來啦，它同時被取樣了，好 ，S2 of nts， 它就等於S2 of n 除以1000，它就等于这個帶進去 cosine 的，好，就是這個1000分之 n 帶進去嘛，2400派乘上1000分之 n， 所以它就等於 cosine 的2.4派 n。那還沒完哦。cosine 的2.4派 n， 好，它就等於 cosine 的0.4派 n 加上2派 n， 你等於0.4派 n 加上一個2派的整數倍，2派的整數倍有加等於沒加嘛？所以這項有跟沒有是一樣的啊。好，有跟沒有是一樣的，也就是說，它其實也等於，它其實也等於 cosine 的0.4派 n。那這時候不是很好笑了嗎？我本來一個男生的聲音頻率比較高，頻率比較低，女生的聲音頻率比較高，我同時送到你的錄音程式裡面，你都用1000赫茲來取樣，2個不同的聲音進去，儲存到你的電腦裡面之後，這2個數據點怎麼樣？竟然完全一模一樣，公式一樣，代表我的數據點，第一個點、第2個點、第3個點、第4個點、第5個點，完完全全一模一樣。也就是說，王力宏的聲音跟張惠妹的聲音進去你的電腦裡面之後，都變成王力宏的聲音，或者是他們2個聲音就變成一樣，這樣對嗎？好，所以這時候
發生的現象呢，我們就稱為 aliasing。好 ，aliasing。好，就是200個赫茲呢，跟這個1200赫茲之間呢，它們兩個互為 alias， 两個你沒有辦法分辨這两個。好，你沒有辦法分辨這两個旋波嘛？好，所以你寫成這個式子來看呢，基本上就是 a 的 cosine omega hat n 加上相角，它到最後會等於 a 的 cosine omega hat 加2派 n 加上相角，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東西，所以這個兩個我們就稱為 aliasing。那我們之前講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現象？因為就是你的運算呢，並沒有滿足取樣定理。好，取樣定理告訴我說，你的取樣頻率呢，必須是訊號頻率的2倍以上。那你訊號頻率有1200赫茲啊，那結果呢，你的取樣頻率只有1000，你起碼要什麼2400赫茲才夠。好，所以基本上你經過取樣之後呢，每個取樣的訊號，它都有很多的 alias， 很多的多重影分身。这些多重影分身，他們在數位裡面的表現的方法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那電腦要如何能夠分辨它們呢？事實上電腦沒有辦法分辨，所以電腦會怎麼做？電腦它只會覺得說你是裡面頻率，好，你是訊號裡面呢頻率最低的，好，頻率最低的，比如說你經過取樣之後，你的取樣點這些個取樣點，你可以重建出這個旋波，你也可以重建出這個旋波，但是電腦你指定它。你不能夠，因為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哪一個頻率啊。通常我們的做法就是讓它重建最低的頻率，而最低的頻率也最簡單，通常就是你把這些點連起來。那在這邊的這個例子，王力宏的聲音跟張惠妹的聲音經過了取樣之後，都變成 cosine 0.4派 n。那電腦在重建的時候，它的數據，這兩個數據已經加在一起了啊。那你根本認為王力宏的聲音跟張惠妹的聲音是一樣的，那它只能夠重建比較低的頻率，也就是 cosine 0.4派 n。所有的 alias， 所有的影分身，最後呢的增生在哪裡？最後的增生其實就是在最低頻的部分。啊，電腦只會重建最低頻的部分。那也是我們的一個在取樣跟重建之中達成的一個協議。重建的時候呢，通常我們就重建的是最低的頻率。那最高的頻率是不是能不能夠重建？可以啊，好，除非你是神，好，你很厲害，你看的這些點，你有辦法想出說我是這樣子的一個曲線嗎？我相信或許電腦有辦法做到，可是事實上最容易的做到的方法就是把它們連起来，好，連成一個直線。那你看，我原先呢，這個紅色的線其實就是王力宏的聲音，黑色的線呢就是張惠妹的聲音，但是我的取樣頻率很慢。藍色的點，哦，我變成是說，我重建的時候，我只能把它連起来。那連起來是什麼？就是王力宏的聲音了。但是張惠妹的聲音呢，也變成王力宏的声音。OK， 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到的。
好，那到底這些影分身呢？啊，這些分身呢，它們之間呢，在原始的讯號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們可以用一個數學式子來表達。假設，好，假設這個我們的原先的訊號，好，它等於 a 的 cosine 2派，好，就是原來的頻率加上整數倍的取樣頻率。好，假設我的訊號是一個這樣的訊號，那我們來看看說它的表現會是怎麼樣。假設我的訊號呢是等於原來的頻率加上整數倍的取樣頻率，好，跟我們剛才的例子一樣了。我們取樣的頻率是1000，我的訊號頻率是一個頻率嘛，加上整數倍的這個取樣頻率，就是加200加1000等於200加1000等於1200。那我們知道說這兩個之間，它們其實是互為影分身，好，互為 aliasing。那我們用公式來推導看看是不是合理。訊號加上整數倍的取樣頻率，如果我們把它取樣之後呢，就是我們 s of n 等於 s of n-ts 帶進去 a 的 cosine 的2派 f 加上 l fs t 我們帶 fs 好了，因為就是带 n 除以 fs， 好，就是 t 带 n 除以 fs， 就是 ts 換成 fs 分之一，加上相角，那這可以化簡呢，就是 a 的 cosine 的2派 f， 好，除以 fs 乘上 n， 加上2派 l fs 除以 fs 乘上 n， 加上相角，对，就这项了。然後兩個式子約掉，所以呢，它就變成是 a 的 cosine 的2派 f 除上 fs 乘上 n， 好，然後呢，加上這個2派 l 乘上 n 加上相角。那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l 是整數，好 ，l 是一個整數，就是訊號加上整數倍的取樣頻率嘛。所以 l 是整數 ，n 又是整數，那這一項等於沒有。好，那這一項呢，事實上就是 omega s。omega hat， 所以你取樣的結果會變成什麼？取樣的結果就是等於 a 的 cosine 的，好，其實就是 omega hat n， 好，我寫成這樣 ，f 除以 fs n 加上相角，等於是說你有加這些這個 l 跟沒有加這個 l 是一樣的道理。本來是200嘛，加上1000，好，我寫在下面200。加上1000，但是這個1000最後這一項不見了，有跟沒有一樣了。你有加跟沒有加是一樣的，也就是說200跟200加1000。好，我們把200的 alias 全部都寫出來 ，alias。200赫茲的 alias 都寫出来，就是200赫茲加上整數倍的取樣頻率，它們取到訊號數位訊號裡面都是一樣的東西。也就是說，200它的 alias 呢，200的 alias 有200赫茲，有1200赫茲，有再加1000，2200赫茲。它们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東西，在數位世界裡面，你經過取樣之後，我的點數我的數據都是一樣的，或者是 l 是整數嘛，或者是我減1000，-800赫茲，我都是一樣的。
好，那我呢，這個，再減1000，負1800赫茲，都是一樣的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它是一樣的東西，一樣的道理。那我們說啊，我們在訊號在重建的時候呢，它只會重建這個最低頻率的部分嘛。這些 alias 們裡面，誰的頻率最低？應該說誰的頻率最靠近零，最慢的，好，最靠近零，200是最靠近零。所以我們訊號重建的時候，我們會重建200赫茲。OK， 好，所以我們有了這個觀念以後啊，我們真正再來嘗試我們之前所畫的頻譜。好，如果我們有一個這個訊號是100赫茲，好，就是 S of t 呢是100赫茲。好，讯號頻率是100赫茲。那我們的這個，我們用1000赫茲來取樣。fs 等於1000赫茲。那我們取到的訊號呢，就是 a 的 cosine 的，好 t 代 nts 嘛，好，就是2π乘上100乘上 nts，nts 是1/1000。好，也就是說它会等於a 的 cosine 的100除1000啊，0.2πn 加上相角。那這时候我們要畫出它的頻譜啦。好，沒關係，我這個再繼續化簡，還可以再化簡。它呢就等於2/a 的，好 exponential j， exponential 的 j 0.2πn 加上2/a 的。cosine 變成2個 exponential 嘛，變成是，好，就是正的角度加負的角度嘛。那為了做圖簡單呢，我令這一項叫做這個大 X， 這一項呢叫做大 X 的 complex conjugate。好，那我們來做圖咯。畫長一點，因為我要畫出它們的很多的 alias。好，然後呢，中間呢，這個單位呢是 omega hat。首先呢，我在這個0.2π的位置。好，首先我在這個0.2π的位置。0.2π的位置，好，畫出一個 peak。它是強度是 x， 對不對？然後呢，負0.2π的地方畫出一個 peak， 它的強度呢是 complex conjugate 的 x。好啦，那接下來我必須畫出它的 alias， 它的 alias 有誰？每2π，我現在 omega hat， 每2π重複一次，所以呢，它呢有一個 alias 在哪裡？在 2.2π。畫遠一點，2.2π的位置，好，有一個 alias。那加2π減2π，所以它在這邊啊。好，0.2π減2π，負的1.8π，好，負的1.8π也有一個 alias。好，第一個，那它有 alias 啊，它加2π，在這個1.8π的地方，這個應該沒有，因為是它的 alias 嘛。好，負的不是負的，負的0.2π加2π，所以就是1.8π。
然後它再減2拍，好，它的 alias。所以我們取樣出來的频譜呢是這2個，但它有很多 alias， 它的分身有它，有它，就紅色的。那它的分身呢，淺藍色的有它，有它。所以我們這一個頻譜會有問題嗎？事實上不會有問題，因為我取出來的這個頻譜呢，好，它們呢怎麼樣？頻率是最低的，好，是在他們的 alias 裡面呢，頻率是最低的，100赫茲，用1000赫茲來取樣，沒有問題，好，沒有問題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們再練習下一個例子，是100赫茲的訊號，跟剛才一樣，2拍乘上100。但是呢，我的取樣頻率呢只剩下80赫茲，好，只剩下80赫茲。80赫茲嘛，是不是100的2倍呢？好，不是嘛？好，不夠100的2倍，所以這個當然會發生問題。但是我們來算算看，帶進去，好，取樣的訊號 S of n 等於 S of n t s， 它呢？就等於 S of， 這個 n 除以80，就等於 a 的 cosine 2拍乘上100乘上 n 除以80加上相角，200除以80是多少？2.5，好，所以等於 a 的 cosine 的2.5拍 n 加上相角。好，那注意咯，這項大於2，大於2其實就會有問題了。為什麼？大於2，你就會有一個 alias 在比你小，2.5減2就 0.5。我們知道說它一定會被 0.5 啊給取代掉。那沒關係，我們還是可以替它做圖啊。那它呢，啊，就等於這個2/a 的這個 exponential j 相角，啊 exponential j 2.5拍 n 加上2/a 的 exponential 負 j phi exponential 負 j 2.5拍 n， 一樣哦，我們令這個叫做 x。好，比較好畫。這一個呢叫做 x， 好的 complex conjugate。那我們要來做圖了。橫軸呢是 omega hat， 然後呢，我一開始取出來的這個頻譜呢，一開始取出來的頻譜呢叫做這個2.5拍 n， 強度呢是 x， 那這個是負2.5拍，這邊有一個 n 吶，啊，數位頻率沒有 n。然後它的強度呢是 s 的 complex conjugate， 那它一定有 alias 嘛？那往高的我們就不畫了。那它的 alias 我用紅色來畫，2.5拍減2 0.5拍有一個 alias， 好 0.5拍，0.5拍呢再減2也有一個 alias。在多少？就是負的1.5拍。好，再減我就不畫了。再來
負2.5拍的 alias 有負0.5拍。那負0.5拍，再有 alias 就是1.5拍。那我們現在知道啦，在這裡面誰的頻率最低？啊，就是這兩個的頻率最低。啊，這兩個頻率最低，所以事實上2.5拍的訊號會被0.5拍所取代。好，那這個就是一個失真的例子嘛。我本來的頻率是高頻的，可是我取樣，因為我的取樣頻率不夠，我就會被取代。好，那練習了那麼多題目啊，我們知道說，我們要訊號不失真的這個條件是什麼？是我會有 alias， 我會有 alias， 那我要能夠不被我的 alias 所取代，唯一的方法是，我是這些 alias 的這些引分身之間，我的頻率是最低的，是不是？我的頻率是最低的 ，safe，OK。那如果我的頻率不是最低的，那我就會被我的最低的頻率所取代。那現在就產生一個問題啦，我們現在就大概知道一個問題：什麼樣的情況可以讓你不被取代？就是你的頻率是最低的。那你的頻率是最低的，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你取出來的你的頻率是最低的？什麼樣的情況？就是你取出來之後，你取出來這個，那你會有很多個 alias， 但是呢，你呢是最靠近零的，你的頻率是最靠近零、最慢的，就 safe。那你就想想看，怎麼樣情況下可以不被取代啊？因為你想想看，一定是你的頻率要低嘛。那到底要多低才能夠不被取代？是不是我的頻率呢，一定要在正負拍裡面，我就安全了？如果我取出來的訊號是在正負拍裡面的時候，好，如果我取出来的頻率在這裡，我加2拍，我的 alias 這裡比起來，比0還遠呢，所以我不會被它取代，這個會保留啊，這個不會被重建。所以你只要在，是不是你只要在這個拍到負拍的這個很重要的這個 boundary 裡面，你就會 safe。對不对？你只要在，如果你在這裡，你取樣的訊號在這裡，那你的 alias 呢，減2拍在這裡，這個比較靠近你，還是這個比較靠近你？這個比較靠近你，這個被取代。所以大於2拍呢的呢，就是已經不滿足取樣定理了，你的頻率呢會被低頻所取代。小於在拍裡面呢，你就 safe 了，因為你的頻率呢是你在你的 alias 你的引分身之間呢，你的頻率是最靠近零的，那你不會被取代，你就能夠被完整的重建。所以我們知道問題點就出現在這個拍這個地方了。所以說，其實我們要求的是什麼？我們要求的是說，你取出來的 omega hat 呢，
它的絕對值呢，必須要小於派，對不對？我的絕對值要小於派。omega 等於什麼？好，我們只算我們正的這一邊哈。omega 等於什麼 ？omega hat 呢？它等於 omega 乘上 ts。好，那它也可以等於 omega 除以 fs。它也可以等於2派的 f，omega 等於2派 f 嘛，除以 fs。好，那我把這項帶進去這裡，2派我只求正的，好，2派 f 除以 fs， 它必須小於派。那這個約掉，是 fs 乘上來 ，fs 呢，它就必須要大於2倍的 f。這個就是 sampling theorem 嗎？對不對？這就是取樣頻率啊，取樣定理啊。只要你的取樣的頻率呢，能夠大於2倍的讯號頻率，你就 safe。好 ，safe。好，如果我有一個系統，我設計一個系統啊，我一個數位的錄音筆，它的取樣頻率呢是這個2000赫茲。好，它的取樣頻率是2000赫茲。那我們來看看說，取樣之後跟重建之後，它們的頻率的變化是怎麼樣？好，那我們原先的訊號頻率呢？好，原先的讯號頻率呢？假設是好0，然後500，然後這個1000，然後1500。2000，好，2500。如果我原先的讯号频率是這樣，那我取樣之後呢？好，就是我這個叫 F1、F2 哈。取樣之後呢，那它取樣再重建之後呢，它的頻率會等於多少？原先的頻率是這樣，經過2000赫茲來取樣。0經過2000赫茲來取樣，它有哪些 alias？0加2000，0減2000，0是最低的，所以重建之後呢，它的頻率還是0。再來，500赫茲，它用2000來取樣，它有哪些影分身呢？500加2000，2500，500減2000，負1500，500還是最靠近0的，好，所以 safe。重建的時候還是500。接下來是1000赫茲，用2000赫茲來取樣。那1000有哪些影分身？1000加2000，3000；1000減2000，負1000。負1000跟1000，好，都一樣靠近0。好 ，safe。它呢剛好在一個邊界值。再來是1500赫茲，用2000赫茲來取樣。1500加2000，3500。1500減2000，負500，負500比較靠近，啊，負500比較靠近這個0嘛，所以1500呢會被負500所取代。好，那這裡我寫負500。好，那2000呢跟2000的影分身有4000。有0，好，所以被0所取代。2500呢？2500的影分身有4500跟負500，好，所以被負500所取代。好，那我現在如果畫了一個这個圖表嘛，把這個當成是 x， 這個當成是 y， 好，把它畫出來。
好，我把它畫出來。那這個是橫軸呢，是 input。好，然後就是所謂的 F1， 那單位是 Hertz。那縱軸呢是這個 F2。好，當 F1 等於0的時候呢 ，F2 就等於0，所以這個點畫出來。當 F1 等於500的時候，好，那這個 F2 呢也等於500。好，畫出來。那 F1 呢等於1000的時候 ，F2 呢也等於1000。好，畫出來。那 F1 呢等於1500的時候 ，F2 呢，因為我們就畫它的正值，好，就是比較好畫。好，所以我的這個，就是這個點，好，那500的1500呢，重建是500，好，那事實上它也是，雖然我說負500赫茲，可是 cosine 會被分解成2個嘛，對不對？一個是在500的地方，一個是在負500的地方，那合併回來。你有500的 peak 跟負500的 peak， 你最後合起來還是一個正的 cosine 嘛？好，這個沒有問題，只是說你的相位會反過來。OK， 好，所以500，你在 complex exponential 上面，你有一個500赫茲跟一個負500赫茲，那它們最後合併還是一個正500赫茲，好，所以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嘛？好，所以這邊是這個點。再來是2000赫茲，2000赫茲呢，重建以後是0。那2500赫茲呢，重建以後是負500，好，一樣的 case 在這裡。好，那我把它畫起來。好，所以你看嘛，我的取样频率是2000，我一定希望的是 F1 會等於 F2 嘛，進去的跟出來的是一樣的，可是，在哪個地方會發生問題？在這裡就會發生問題。好，在這個取樣頻率的一半。好，也就是1/2的这個取樣頻率。好，好，我們剛才這裡有一個地方講錯了。好，2500赫茲，它其實是被500赫茲所取代的。好，所以這個地方是畫錯了。好，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取樣頻率之間的關係嘛。那我們呢就會知道說，取樣頻率呢一定是要是訊號頻率的2倍以上才可以。2000只能對1000正確取樣。那這邊這一個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嘛，就是正的頻率被負的頻率所取代，對不對？只有這個 case。那事實上也只有在這條線上面，這條線就是正的頻率會被負的頻率所取代。好，就是它整個翻轉過來，啊，整個翻轉過來。那這一種狀況呢，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名詞叫做 folded Alias。好 ，folded Alias 就是我正的頻率被負的頻率所取代。好，這個特殊的狀況呢，我們稱為 folded Alias。那，如果畫成圖形了，好，我畫在這裡。
好，這裡是我的 F。那我經過取樣之後，好，我經過取樣之後呢，這個我原先的頻率是1500赫茲嘛，好，1500赫茲。那我用2000赫茲來取樣，那我取到的結果呢，就是這個好，這裡有寫在這裡，它本來是 cosine 的，對不对？的這個2派乘上1500 t， 好，這是 omega。那經過取樣之後呢，它就变成 cosine 的2派乘上1500，乘上 n 除以2000，就等於3000除以2000嘛，就是3000除以2000嘛，那就等於 cosine 的這個 1.5 派 n。好，所以好，本来是在这個 1.5 派的位置，跟這個負 1.5 派的位置，有2個 peak。那它有個 alias 在這裡，負 0.5 派。那它有個 alias 在這裡，它的 alias 在這裡，那它的 alias 在這裡，正 0.5 派。那這兩個呢，最後還是合成回一個，最後合成回來還是一個這個500赫茲的訊號，就是合成回 0.5 派的旋波嘛。那所以說，但是這一個正負調反的現象呢，我們就稱它為是一個這個 folded alias 的這個現象。folded alias 的現象。好，所以這個對於這個取樣跟取樣定理，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。